嗨，小伙伴们，好久不见！在过去的2025年里，我完成了10万多字的书稿，制作了50条中长视频，并且打磨了3门录播课，还主持了多场线下的活动。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好奇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自律的呢？你是不是一天工作几十个小时呢？其实不是的。对于脑力工作者来说，人的脑力集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，哪怕是顶尖的运动员、音乐家，还有科学家，他们一天专注的时间平均也只有4个小时左右。所以我每天高度专注的时间，不算那些吃饭、上厕所、跑步、运动的时间啊，高度专注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。你只要把每天的有限的脑力用在刀刃上，集中精力，像一个激光一样专注做你要做好的事情，你一定会做出一些成果来的。在这个信息大爆炸、注意力被高度掠夺的时代，如果你很难专注做一件事情，沉下心来，那么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。在我们进入到4个具体的方法之前呢，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大原则：自律的人不可能靠的是意志力，因为意志力是很容易被消耗掉的，每天也都是不稳定的，而是要靠长期的、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的习惯系统。真正自律的人，他不会去压抑自己、克制自己，每天跟坏习惯做搏斗。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就不会让这个坏习惯发生，因为他的环境都有助于他的好习惯。正因为人每天的大脑精力是有限的，我们更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极致，去创造友好的环境，排除、减少不必要的干扰。方法1，在专注的时候直接人间蒸发。现代人做什么事情都是手机不离手，但是呢，当你要做专注的任务的时候，尽量把手机放得远一点。我在深度阅读或者我在写文章、写书的时候，我会把手机放到隔壁房间，或者说放得离我远一点，开启飞行模式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哪怕短短的1、2个小时，也可以让你排除掉干扰，专心的把手头的事情先完成。Everybody wants a radical improvement, want rapid success, but we fail to realize that small habits and little choices are transforming us every day already. 我个人非常赞同《原子习惯》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原则，就是给坏习惯增加阻力，让好的习惯变得更加容易。所以你要在你和这个手机或者其他的信息干扰源之间创造一个 friction 摩擦力。那有的朋友会问，那我这些消息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什么时候去回复呢？你可以选一个集中的时间段，在你专注完成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，统一去把这些邮件、微信给回复了。方法2，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内完成最有挑战的任务。人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清醒呢？就是你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。当然前提就是你前一天晚上睡得挺好的，而且你没有太多的熬夜睡眠债务。大脑睡饱了以后，你醒来后的2个小时是非常高度清醒的，有激光一样的注意力。那你吃完早饭之后，身体有了能量，你就可以开始做那些最具挑战、最消耗脑力、最重要的事物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概念叫做 decision fatigue 决策疲劳？也就是人一天的脑力资源是有限的，你所能做的高质量的决策也是有限的。而早上起来，如果你把这些胡乱的杂乱的消息都处理一遍的话，你的大脑的决策资源就已经用光了。所以你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摆烂，开始暴饮暴食，或者控制不住自己去刷手机，因为你的意志力资源已经用完了。所以尽可能在早上意志力最强的时候，先把那些最重要、最精华、最有挑战性的任务完成了。第3个方法，创造心流状态。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匈牙利的一位学者提出来了心流状态这个概念。什么是心流呢？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，你完全的投入，全身心的享受这个过程，精神能量极高，而且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挑战，你又很有成就感，这就是心流状态。心流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？首先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，有目标感的。另外呢，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挑战性，它不能太难，太难会让你感到很挫败，它也不能太简单，会让你感到很无聊。所以它的难度就是在你现有的难度上稍微高那么一点点，这样你就很容易接受这个挑战，进入到全神贯注的状态。第4个方法就是尊重你的大脑昼夜节律，及时休息。
人的大脑不管是醒着的时候还是睡着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昼夜节律。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会有深睡眠1.5小时，然后休息一小会儿浅睡眠，再进入深睡眠的状态。我们醒着的时候，注意力也有类似的周期，就是我们会高度专注1.5个小时左右，然后我们的注意力开始涣散一小会儿，然后又进入1.5小时的高度专注，这是人的大脑的客观规律。除非是特别聪明啊，脑力特别强的人能够一次性集中1.5个小时，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在40分钟、30分钟左右就会进入到一个注意力急速下滑的阶段，所以你要在下滑之前赶紧去休息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会给自己掐个表，半个小时之后去休息5分钟，去喝点水，去活动身体，上个厕所。及时的休息可以让你的注意力快速的回到巅峰水准啊！如果你一直坐在那里3、4个小时、5、6个小时都不动的话，你的注意力一旦跌入谷底，就爬不起来了。抓住你的注意力规律，就像冲浪一样，当浪来的时候，你就站在这个浪巅之上，等它落下，你就去休息。第5个方法，一次只做1件任务。大脑就像限速的宽带，你一次只能在脑袋当中想着3件事情，你不能够把任务排得满满的，不停地反复切换，因为它会带来 switching costs， 也就是切换成本。人的大脑一旦切换的话，它会消耗更多的能量、认知资源，同时做很多事情，最后全部都做成了烂摊子，还不如一件事情一个一个完成来的效果和准确率更高。所以如果你很想同时做多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告诉自己 You will not miss out anything。你不会错过任何事情。当你专注在某个任务的时候，不用担心世界正在发生什么，不差那么几分钟，所以你一件的完成，最后都能做完的。综上所述呢，咱们要尊重自己的生理规律，咱们也不要贪多，咱们一天的目标就是4到6个小时的专注，把有限的脑力资源用到极致，你就会产生成果。而你把注意力放在哪些领域，你就会在哪些领域得到极大的正反馈。最后呢，我也想补充一点，咱们要在注意力和分心之间找到平衡。咱们现代的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观就是高度奖励那些能够长时间专注，像工厂、工程师或者科学家一样长时间专注的这样的能力和状态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分心。分心是一种在世界当中探索、寻找新的资源的方式，而高度集中呢，是你把手头的事情打磨做到极致的方式。两者我们都要有，才会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竞争脱颖而出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高净值人士，比方说扎克伯格或者乔布斯，他说尽量让孩子不接触这些电子设备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小孩的大脑正在发育，他可能承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刺激，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多巴胺奖励系统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人采取的信息模式是不一样的。对于已经打下江山的人来说，他已经有大片的土地资源，还有经济资源，他的下一代所做的事情是去守城，不要进行激进的冒险，不要被这些杂乱的噪音扰乱他们10年、20年的战略目标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互联网上大多数的消息都是噪音，而且对他们没有帮助。而对于咱们中产或者说我们非常普通的家庭来说，那你要做的是什么？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你要的是获取更多的优质的信息，去在大量的信息当中筛选出优质的信息，并且用这个信息去创造属于你的资源。专注可以让我们把手头的技能做到极致，但是呢，分心可以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寻找新的线索，去找到新的蛋糕、新的猎物。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要耳听四面，眼光八方，你才能够去积累资源。我们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既可以沉下心来专注做好一件事情，同时也可以去分心，去寻找新的机会赛道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哦。我是夏冰雹，咱们下期再见。